为什么中国人死不认错？也就是刚刚过去不久的武汉疫情中，那些荒谬的错误政策，为什么会一直错误地执行下去？为什么同样犯错，西方能改，我们却一错到底？博洋说，这不是性格问题，而是制度问题。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真理；没有民主制度，错就永远不会改。更可怕的是，我们还以为那是正确的坚持。今天，让我们一起继续读《丑陋的中国人》。今天读到的是如何纠正死不认错之病，推理能力发生故障，从酱缸里跳出来这3个小专题，从中可以看清一个民族如何被死不认错的犟脾气困在自己的酱缸里。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在个体精神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如何纠正死不认错之病？文载1981年8月12日纽约华语快报社论。台湾名作家博洋访美，昨日在纽约中华公所发表演说称，中华民族之所以一蹶不振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死不认错的性格。博洋这一看法相当平实，虽然没有什么特殊的创建，倒也不失入木三分的道理。我们试想，近数十年来，中国之误国误民措施、一意孤行政策，是不是由死不认错而来？恐怕虽不中，亦不远矣。在这里加一句，刚过去不久的武汉疫情，中国的应对政策就是死不认错，一直坚持错误政策到荒谬的地步，直到引发了彭丽发抗议、白纸运动之后，才不得不改变政策。好，继续回到这本书。但是，假如我们更扩大来看，死要面子和死不认错，恐怕是全人类的通性，各民族的共同缺点。基督教圣经上说，每个人都有2个口袋，前面的口袋装着别人的过错，后背的口袋装着自己的过错。换言之，人们都喜欢一人之短，而不肯坦白批评自己之失。可见远在2000年前，死不认错的习性已经是人们的通病了。不仅仅中国人如此。或问，既然全世界人都有死不认错的习性，为什么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仍然进步神速，而同样死不认错的中国人独不能呢？这不是矛盾吗？我们的看法，答案应是制度问题。既然每个人都有2个口袋，装着别人过错的口袋在前面，装着自己过错的口袋在后面，则每个人背后口袋的所有过错，必然正好就装在别人面前的口袋中。如果准许每个人打开面前的口袋，公布袋中的过错，则所有人背后口袋中的过错，必然会全部曝光于光天化日之下，而无所隐遁，不承认也得承认了。这套制度便是言论自由，便是民主。因此之故，自由民主是纠正人类死不认错通病的特效灵丹。反之，不实行民主，有权势者封闭无权势者的嘴巴，有权势者只看到他们自己面前的口袋，而无权势者面前的口袋则被封条锁住，则有权势的错误便永无暴露和改正的机会，只好一错到底，让整个社会跟着遭殃。西方国家有没有错？当然有错，而且曾经大错特错。西方国家初期资本主义之剥削劳动者，初期帝国主义之压迫别国人，都是大错。但他们因实行民主，不去封闭别人的嘴巴，马克思可以在伦敦召开共产第一国际大会，发表共产宣言，而不受禁止，便是证明。因此，在民主与自由制度之下，他们的过错不断获得暴露与改正，议会成立了，保护工人的立法制定了，工人的生活获得充分的改善。2次大战的教训，殖民地也独立了。孔子赞扬大禹闻过则喜，又说圣人之过如日月经天，而指出一般常人却掩饰过错。孔子希望每个人都成为圣人，但他没有想出可行的好方法。西方人想出来了，他们用民主制度使每一个当政者变成圣人，至少能做到了当权者的过错
如日月惊天，大家一目了然，不改不行。请看制度的功用有多么大，从而我们可以获得一项结论：要想每一个人都自动认错，虽圣人也办不到。唯一的办法是实行民主，使每一个人无法隐瞒过错，自然可以纠正死不认错之人类通病。所以要想中国得救，唯一的办法就是民主。推理能力发生故障。文载1981年8月13日纽约华语快报社论：由于名作家博洋先生昨天在纽约演说，谈到中国人的缺点是死不认错，我们昨天特发表一篇社论响应博洋先生，说明改正死不认错的毛病，不能寄望任何当事人的幡然醒悟、自我改悔，因为寄望于本人的醒悟，无异于寄望于人人为尧舜，那将永远不会达到目的。只有改变制度，利用制度的压力，使不愿改过的人无所逃避，非改不可，这才是正确的答案。谈起中国人的缺点，我们又联想到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的逻辑思考可能比西洋人少逊一筹。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中国人的直觉能力可能是世界第一，似为西方所不及。凡是与直觉有关的事，中国人的表现无出其右。许多大发明如指南针、火药等，中国人凭直觉就能创造出来，早于其他国家几百年或千余年。但中国人迄今未创造出理论科学，知道制造指南针和火药，而不明了其科学原理。甚至中国迄今没有推理科学，也就是逻辑学这门学科，而西洋早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就发现了逻辑的道理，用作推理的工具。从这些蛛丝马迹似乎显示，中国人的推理能力稍微差一点。再以博洋先生所举之例为例，为中国人死不认错。其实中国人早就发现改过之重要，远在2000余年前，孔老夫子便谆谆告诫：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但是孔子所提出的办法是每个人学尧舜，这便是直觉的解决办法。当然每个人都能变成尧舜，那是再好不过，可惜事实上永不可能。因此人人变为尧舜的办法也就等于没办法。结果倡导了2000余年，仍然无人变成尧舜。如果中国人会运用逻辑思考，早就该发现民主制度利用言论自由来纠正统治者的过错。美国实行民主制度，尼克松犯了一个不过想偷窃反对党文件的芝麻小过，结果被华盛顿邮报揭发，想隐瞒也隐瞒不起来，最后被迫辞去总统的宝座。显见在民主制度之下，无法隐瞒过错，有过错必须负责，非改不行。反之，在一党专政的中国大陆，唐山大地震直到几年之后，我们才知道究竟死了多少人。四人帮的10年大灾难，全国牺牲的人数不下数千万。若非四人帮垮台受审，到今天我们还被蒙在鼓里，以为毛泽东的不断斗争论可创造人间天堂。没有民主制度，便没有真理，便不能改过，这不是明明白白吗？可是直到今天，仍有许多中国人相信统治者会自动变成尧舜，不需要权力制衡，不需要民主监督，也不需要言论自由。这还不能够证明中国人的推理能力不够吗？任何统治者都会死命反对民主，因为一旦民主，也就剥夺了他们的特权。奇怪的是，被统治者也跟着叫嚣，说西方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是要不得的反动制度。这批人的推理技能显然已经发生了故障，这才是我们所担心的缺点。从酱缸里跳出来，文载1981年8月24日纽约北美日报社论：先生是台湾风靡一时的社会批评家，笔锋幽默中带尖刻，怒骂中常令人深思，代表的是中国脱离帝制以来所产生的一种批评文体。他的入狱基本上也就是中国在未脱离旧政治文化时斥该种文体之人的命运。我们在这里甘冒喜爱博洋文章的人可能的不满，跳出博洋先生个人的际遇，由历史的眼光来评论博洋先生的论说方式在近代中国社会批评史上担任什么角色。日前博洋先生在纽约演讲，以中国人与酱缸为题。当然酱缸不是博洋先生所凝就的唯一观念，
但因为博洋先生在过去以及在这次演讲中都曾取他凝究的降纲观念来解释中国社会里的病态现象，我们这里就取降纲做对象。作为一个观念，降纲非常先跳，它可以一下子把人心目中对社会诸多病态现象的不满与困惑，由一个日常经验的形象组织起来。事实上，这也是思想家的基本功能，提供观念，让人们能从纷杂中看出意义。在这方面，博洋先生启发明智，功不可没。我们这里想指出的是，这类观念有比喻社会现象的功能，但不是一个解释社会现象的观念。这话怎么说呢？我们随手举个例子，如果有人能在中国社会财富分配和降纲之下种种现象之间找出关系，这就是用财富分配解释了那些社会现象。我们于是可开始思索，用税收、政府理财制度等途径去纠正降纲现象。例如，如果一个机关中财富、薪水分配权掌握在某些人手中，钻营请压行为自然会出现。如果没有看出财富分配方式与钻营现象之间的关系，那么纵然许多人意识到了降纲现象，这降纲行为恐怕还是在财富分配的大框架下不得改变。当然，财富分配只是一端，其他如选举程序、诉讼程序等等也都适用。在这里，我们肯定博洋先生的社会意义，没有他的文字，恐怕中国再出100来个政治学博士、社会学博士，也不能让那么多人意识到中国社会的积习。我们只是希望区分出2点：行为改革过程中有个人意识启发的层面，有超出个人意识的社会层面。在前者的功能上，博洋先生甘冒嬉笑怒骂之机，做出了学者万万赶不上的贡献。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读了如何纠正死不认错之病、推理能力发生故障和从降纲里跳出来这3个小专题，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